10多年的空乘投標人，如今失業在家，上有老下有小，負債100個 W， 老公也沒有個穩定的工作，家裡的生活現在是捉襟見肘，10年的付出打拼，現在歸零。中年人的失業真的好難啊，往後的路到底該怎麼走啊？我被一個男人騙了500萬，我可能是真的快要活不下去了。湖北人，90年36歲，想我當初好的時候，我擁有着上千萬的家產，3家玩具加工廠，1家食品供應門店，2套房，2輛車。可是現在的我呢，是一個破產負債一無所有，還負債了200多萬的老賴。博主說，他以前風光的時候，一場應酬隨便吃頓飯花上幾千甚至上萬元，他連眼睛都不眨一下。親戚朋友有事找他借錢，他從來不要求打欠条。那時候大家都說他好人有好報，可如今他落魄了，那些所謂的親戚朋友见到他就像見了瘟疫一樣，躲得遠遠的。屏蔽了所有的熟人，今天是失業的第1天，身上還背負着替人扛下的債務。以前好歹有一份穩定的收入可以作為兜底，現在連穩定的收入都沒有了，每天面對的是巨額的賬單，滿眼全是壓力，焦慮的真的是睡不着，不敢跟家人訴說真實的狀況，怕家人擔心。我最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，我失業了，昨天剛失業，今天沒上班，沒有班上了，感覺好失敗呀！到現在一事無成，41歲，中年失業，父母生病，還有4萬的房貸，感覺這幾年真的。博主說，他失業又背着債，身邊卻沒有一個能幫忙的人，不像別人，哪怕失業，身後還有老公、父母、娘家、兄弟姐妹能撐一把，而他沒有老公，沒有公婆，娘家也指望不上。他忍不住感嘆，我以後該怎麼過？怎麼就這麼倒霉？人呢，什麼時候能成事兒？等到你像我一樣39歲中年失業無依無靠的時候，你就會發現，人啊，什麼時候能豁得出去？就是思來想去，沒有別的招了，只能硬着頭皮上了。什麼自媒體拉不下來臉啊，擺攤抹不下面子啊，豁出去了，吆喝唄。我2次負債爬起來後才明白，翻盤只有這條路才能走得通。借錢創業，或者貴人拉你一把，這些我都試過，沒有用。我做生意30年，2次負債爬坑，最高的時候負了170多。你現在的狀態我能體會，你翻不了身，不是因為你債太多，是因為你把自己給弄丟了。真正讓我2次從負債坑裡面爬出來的是找回自己。博主說，負債之後，第一步是把自己從負面情緒裡抽出來。很多人就卡在這裡，一輩子都走不出來。負面情緒救不了你，只會拖垮你。他分享了一個辦法，拿一張紙，把你能想到的最壞結果都寫下來。寫着寫着，你就會發現這件事並不會要你的命，天也不會塌下來。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，終究還是不想躺平擺爛。今天早上我沒有急着出車，挨個給法院、銀行、律師打電話溝通。為了過日子，不得不低頭妥協。曾經我以為只要努力就能翻盤，一手好牌，硬生生被現實和選錯的決定打得稀爛。買房養家，家裡所有大事都是我一個人拿主意。現在所有風雨也只能我自己扛。彭博社報道，截至2025年底，中國約11億成年人口中，有 10.6%， 也就是大約 1.1 億人已經陷入債務逾期的泥沼，累計個人不良貸款突破 2.2 萬元人民幣。2019年，中年男子徐子航以135萬元購入一套公寓，
支付42萬元首付，其餘93萬元通過貸款承擔，每月需償還5360元。然而2年前，由於生意失敗，他無還房貸，不得不斷供。他在視頻中表示：“我還房貸還了3年，總共還了18萬多，結果去銀行一查，近16萬都是利息，本金只還了2萬多。”這場曾經席捲全國的房地產熱潮，最終留給他的不是一套屬於自己的房子，而是沉重的債務。房貸斷供半年後，銀行将他起訴至法院，法院通知他，這套房屋的評估價已降至100萬元，而司法拍賣的起拍價只有評估價的70%，也就是70萬元。他說自己不僅42萬元首付款和3年多的月供全部打了水漂，房屋拍賣後仍倒欠銀行20多万元，還要承擔10幾萬的律師費、訴訟費和財產保全費。他說現在房子沒了，我的損失竟然有80多萬，真的很無奈，很心酸。我每天都陷入深度憂鬱中。他的故事並非個案。一位貸款中介說，如今中產返貧的現象越來越普遍，以前接觸的客戶很多身價500萬、1000萬以上，現在不少都已經負債累累。這樣的人真的太多了。海外中国人權律師聯盟創辦人吳少平在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，由於中國缺乏個人破產法，債務人無法通過法律途徑重組或解除債務，很多人可能會困在債務裡一輩子，永遠沒有走出來的機會。如果你快熬不下去了，就來看看我的生活吧。我一個33歲的未婚青年，2023年終於開了一家我理想中的咖啡店。對於這家咖啡店，從選址到裝修，傾注了我所有，滿心都是對未來的憧憬。可誰能想到，行業蕭條，合夥人半路撤資，一切都崩塌了，90多萬的投資打了水漂，一夜之間我負債累累。今年到底有多難？我就先拿自己開刀。現在已經28歲了，按理說28歲正是一個男人當年該掙錢養家的年紀但我現在卻連2000塊錢都拿不出來，這不是誇張，也不是哭窮，而是真的一張卡都刷不出來你讓我現在打開手機給你看餘額，都不好意思點開那個 APP。 博主說他已經失業好幾個月了，卻一直不敢跟家裡人說，每天早上還是像往常一樣出門，裝作去上班，出了門就漫無目的的在街上晃，走累了就找個商場坐着，商場裡有空調，冬暖夏涼，他就在那裡坐上一整天。看着來来往往的人群，他覺得自己像是另一個世界的人。負債78萬，逾期2年，現在我怎麼樣了？很多朋友說負債還不上了，最壞的結果是什麼？其實不管你是欠網貸還是卡片，也不管你是10幾萬還是幾十萬甚至上百萬，更不要管是2年還是3年，或者說是你覺得這輩子都可能還不上了，然後覺得日子生无可戀了。我希望大家能夠積極的正能量一點。負債不還了，最壞的結果是什麼？博主說只能選擇過期，最直接的後果无非就是那張大白紙廢掉了，其實也無所謂了。但我覺得這對於我們負債人來說應該是件好事兒，至少我們不用天天的擔驚受怕的記着還款日，被一大堆賬單壓得喘不過氣來。博主說債務一旦逾期，催收電話肯定躲不掉，這是誰都要面對的。最讓他絕望的是，電話打到公司，他覺得工作都要保不住了。他記得有個周末睡覺前把手機關機了，結果催收電話直接打到了他的朋友那裡。他說遇到這種情況不要擔心，因為時間久了，這類電話慢慢就會變少。可能催收人員覺得繼續在他身上花精力也收不到錢，便轉身去找別人了。1.2個億，我宣布我破產了。我叫杜鴻建，這就是我的身份證。曾經擁有過2家近萬平米的汽車 4S 店，一所有名望的雙語幼兒園，一家私房餐飲門店，也投資過上億的工程。我將用2分鐘的時間來公布我的失敗。2006年，自己一不小心就當了一個小老闆，開辦了一家汽車服務連鎖加盟店。
也賺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博主說，2012年他的店升級成了專業的汽車 4S 店，隨後他又乘胜追擊，投資了另一家 4S 店和一家幼兒園餐飲店。然而步子邁得太大，加上這幾年經濟形勢低迷，資金鏈最終斷裂，所有投入血本無歸。隨後他被列入失信被執行人名單，家庭也隨之破碎。曾經乖巧的女兒因為家道中落，承受不了巨大的压力，出現自闭傾向，只能休學在家。如今他孤身一人，背負着沉重的債務，只能獨自面對生活的困境。負債360萬，我靠着3件事重新爬了起來。我還是那個公司破產、賣車給員工發工資的楊斌。3年前我負債低谷期，最難的時候連100塊錢都借不到。今天我要說的話，如果你能聽完，你一定也不會差。第一個就是要行動，你不要妥協，有機會你就去做，千萬不要拖延。有沒有跟我當初一樣的兄弟？負債以後呢，非常的迷茫，天天刷手機，到處找機會。博主說，他每天都在等一個能讓自己翻身的機會，可越等越迷茫，最後甚至連吃飯都成了問題。最慘的時候，他負債360多萬，銀行卡被凍結，微信和支付寶也無法使用，只能流落在廣東的街頭。他把所有親戚朋友都問了一遍，竟然連一張回家的路費都借不到。那一刻他明白了一個道理，富在深山有遠親，窮在鬧市無人問。40歲，因為21年高位買房，負債200萬，這輩子還有機會嗎？我叫阿海，今年40歲，在廈門打工10幾年，目前在一家私營公司做工程設計。雖然在這裡8個年頭了，但因不喜歡社交和應酬，也不具備好的口才和情商，目前在公司仍然是大頭兵一個。很多女性的負債不是因為消費主義，而是為家庭運轉墊付的成本，孩子的學費、一家人的菜錢、水電賬單，在政府的經濟缺失或斷斷續續的情況下，選擇了用信用卡、網貸先頂上。這不是不理智，而是在當時那一刻，他選擇了優先保護這個家的日常運轉。而這樣的後果，往往是你既承擔了家庭開支的責任，又獨自背上了債務的壓力。無奈、心酸、委屈、失望，不斷的內耗着你，生活失去方向，陷入了迷茫。孩子的牽絆、經濟的壓力，讓你想離也離不了，想過也過不好，就這樣被困在了這片沼澤裡。哥，毀掉一個人需要多少網貸？兄弟，你算是問對人了。如果說拱到8、9萬了，那就算傷筋動骨了。那你要有份穩定的工作，收入穩定的情況下，可能過個2、3年苦日子也就好起來了。但是你一旦超過了10萬、15萬以上，兄弟，你切記，在沒人幫襯你，家裡人也使不上勁兒的情況下，這就不叫坎了，這叫劫，一點也不誇張，你可能這一輩子都上不了岸了。不信你試試。88年39歲，失業第68天，負債28萬。失業的這2個多月裡，基本上都是靠我老婆的工資來維持這個家正常開銷。我作為家裡的男人，竟活成了最不想活成的樣子。現在的我也不敢盲目的投資幹點什麼。如果你暫時沒有工作，你不需要焦慮；如果你覺得你的存款多少的問題，你也不需要焦慮，因為我覺得只要你沒有負債，你就已經超過了70%的人。根據央行和國家統計局2025年的聯合調查，有67.3%的成年人是負債的，也就是相當於有10個人裡面有7個人是負債的。所以說，如果你現在沒有負債，你真的不需要那麼焦慮。咱們沒有負債的人群真的已經很棒了，因為你相比現在有負債人群的，他們的壓力会更大。這個月的話，我老公開了一個5700塊錢，5700塊錢扣掉2100塊錢房貸，1300塊錢的車貸，再加上我姑娘的補課費1000塊錢，生活費2000塊錢，這還沒有還債呢，已經就不夠了。那15萬的債我1分都沒有還，不是我不還，是我連還的資格都沒有。有沒有朋友跟我一樣的，錢從手裡面過，但是1分錢都不屬於你自己的？身為70後失業負債的我，當身上窮到1分錢沒有的時候，你體會過
我有多絕望嗎？人到了中年，失了工作，還背負了一身的外債，現在連買菜都要精打細算，更不敢接親朋好友的電話，就怕被追問近況，遭旁人閒話議論。現在窮到3餐簡單湊合，衣服也湊合着穿。我老公就失業了，我们現在身上還背着40多萬的房貸、車貸，還有2個孩子要養。就是一想到這些，我這幾天晚上就焦慮的睡不好覺。今天已經是我老公失業的第5天了，從過年到現在就他半年了，一天沒有休息過。我現在1個月工資的話，也就3000來塊錢。就如果光靠我的工資，真的是入不敷出的。我今天做早飯時，我突然就很庆幸我们之前一直有省吃俭用的在攒錢嘛，有攒錢的習慣。我現在已經徹底破產了，我就是那個被某手平台強行僅退款將近100萬元的商家。4月24號，我店鋪裡面將近20萬個訂單，貨值100萬，平台沒有經過我的允許，也沒有與我溝通，也未有任何的提示，強行僅退款處理。目前我已經破產，公司已經倒閉。接下來呢，我將開啟我的維權之路。好的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這裡，請記得點讚、訂閱、留言，並分享給您的朋友。感謝您的支持，我們下期節目再見。